Thank you, Erin。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网课。刚才讲话的是Erin Mack 教授，他是The New School 荣休教授，是我们这个课所 base 在的一个叫 The New University in Excel 流亡大学。所以请刘畅把刚才艾伦教授说的稍微翻译一下。刚刚 Aaron 教授就是简单的介绍了我们这个课程，它所寄托的基于的这个平台，以及我们课程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我们的课程的名字叫做《中国往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然后一共会有24门课，然后从现在到明年。然后这个课是由New School，也就是纽约新学院大学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课堂上了解到更多和中国的政治以及民主有关的信息。好，谢谢刘畅。那这门课呢，由我和李安友教授一起来主讲。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丰富的分析中国政治、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和视角。那我想介绍一下李安友教授，其实用不着介绍，我想选这门课的人都非常清楚，而且能够读中文、用中文的人，对中国政治社会感兴趣的人，应该没有人不知道。Andy Nathan 李安友教授啊，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啊，应该说是研究中国政治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那请连友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这门课有什么要讲的？大家好，我很高兴跟大家见面，谈讨这个非常全球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而且能够跟汤彪一起教这门课，我认为是很对我来讲是收获应该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我非常尊重汤彪对于中国的情况了解深入和客观，所以我期望能够向他和向大家学习很多的新的这个见解。谢谢汤彪。好，谢谢李安友教授啊。那您非常非常谦虚，我们都期待从您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门课的背景。我们之所以开这门课，也是和去年我和连友教授开过的一门英文课程叫中国会不会民主化有关系。但是那门课呢，就是只有10次，我们探讨了影响中国将来有可能的民主化的一些主要因素。那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呢，把它做了一些扩展。我们这个要讨论的这个中文版要讨论的比那个要多得多，也要深入得多。那而且是第一次用中文来讲这样的课，所以我也有点惶恐，因为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法律、人权、宪法，那也涉及到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东西。但是要作为一门课来讲的话，也需要大家来一起来努力啊，我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学习与时俱进。我们希望这门课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而且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门课相互联络、相互认识啊，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那如果有任何对这门课的意见和建议，请随时和我们联系。一会儿我会把我们这门课的这个联络邮箱发给大家。那在中文世界，其实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尤其是一些时事热点问题啊，像习近平啊，围绕20大，也有很多人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发生一些新闻、一些热点，网上也有一些 YouTuber 是做这样的评论，但是就我的观察范围，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水平并不太高啊。那我说就是绝大多数那些比较热门的啊，其实并没有太高的水平，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时事，没有专门就中国的这个政治社会进行一些理论性的严肃的探讨啊，有一点学术性的探讨。那我们就希望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啊，给那些愿意深入思考中国政治的人提供一个平台。那很多人他们把这个中国政治仅仅对中国政治的关注仅仅集中在中国的共产党高层、中南海啊这些人事安排啊，谁跟谁是一派啊，这些，然后呢更坏一点的就会发展到捕风捉影，发展到一些政治我管它叫政治听床学、中南海听床学，就是从各种一些讲话呀、一些小道消息里边去捕捉一些信号。有的人明知道是小道消息是谣言，也热衷于传播这些东西。我觉得呢，我专门写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并不是说这些高层政治不能批评，这也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这个精英政治，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政治的全貌，甚至也不是中国政治最核心的东西啊。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看到这个经济、思想啊、传统、文化等等啊，尤其是民间民众啊。刘晓波有一本书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以我们如果仅仅集中在最高层这中南海啊这个政治局常委这几个人的话，那就会忽略了底层的抗争、底层的努力和这种观念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那我们我这有一个 PowerPoint。对，我们这个课程的名字是中国往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李安友教授首先就提到这个杨小凯啊，他有一本书，有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就叫《中国向何处去》。那我们的确是到了越来越关键的时候，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它到底要往何处去？这个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以及中国周边地区，而且影响整个世界秩序。那我们这门课就是分24次，基本上就是我们先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文革，然后呢会进入到中共权力的内部，讨论党国体制、中国的中共的权力斗争和权力交接，然后呢讲这个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经济对政治的影响，然后中国的这个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问题，还有中国威权它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这个刚性的问题，到底是它是那种非常僵硬的，还是说灵活的有适应的？它是一个软的集权，还是一些软的威权，还是硬的威权？那我们会讨论中国的政治思潮和观念光谱。
然后呢，接下来会涉及到中国的宪法、人权、法律制度、司法制度、这个国家暴力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中国的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然后呢我们会讨论西藏、台湾、香港、新疆问题，最后一些课讨论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西方对华政策的变化，然后呢会涉及到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上这门课呢，就是把中国政治、法律、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会涉及到。那我们其实开这样一个网课也有很多挑战，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人被迫的起早，或者说睡得很晚才能来上这个课。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去年的经验，有一些选课者他们对这个背景，了解非常有限所以要照顾他们这个接收的情况，但也有很多选课者，他们是记者、律师还有教授，来选我们去年的一门课。那这也是一个挑战，所以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反馈。这有一个邮箱，叫 chinapolitical@gmail.com，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尽量保证回复但是我们要看情况到底会有多少邮件。那我们配合这门课呢，还有一个频道，地址在这，很快我们会往上把这个课程的录像以及其他的内容贴到这个地址上，也请大家关注。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国政变，然后在推特上找人做了一个 logo， 叫 Debating China。这个辩当然不是那个政变的辩，是这个辩论的辩。我们除了上这个课之外，还会进行一些访谈。刚才谈到的这些课程主要内容，我们当然会重点的来讨论，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找这个资深的学者专家进行访谈。比如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课上详细的讲，我们会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军事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有很多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些我们熟悉的学者他们写的重要的书，他们有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或者理论，我们也会找来访谈，进行一个学术访谈，然后把这个录像会放到这个YouTube 上，我们也计划在做音频我们总之希望以各种方式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如果能够有渠道向墙内的就是国内翻不了墙的人来传递这些信息，就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也非常需要有志愿者，大家如果有渠道能够把这些信息以各种方式传到国内，传到墙内，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也希望有任何想法和我们联系。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次课的讨论。今天这一次课，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是简单的讨论一下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我们这门课去年的名字叫中国会不会民主化？今年起的这个名字当然更大一点，但是我们最核心的关切，我相信也是选课者也是网上的观众听众。最核心的关切就是中国能不能够民主化，中国要往什么地方去？然后呢，我们会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出现，集权和威权的区别党国体制的特点。然后会讲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又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然后毛泽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对于中国政治非常非常关键的重要的概念，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然后呢，中国共产党它是不是一个现代政党？那有一些问题我会请李安友教授来重点回答。那首先就是我想这个问题就
不用回答了，就是中国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中国政治、中国社会？说它的人口世界最多。当然，按照我的朋友易富贤他的研究，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这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是夸大了的。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它人口是世界对。基本上都认为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然后它的这个经济，如果按照这个 PPP 就购买力评价来算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按照购买力的这个来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然后它的这个军事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所说，它影响的不仅仅是10几亿中国人民，和周边的国家，它影响到了整个的世界，自由秩序或者叫法治国际秩序，就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那现在美国、欧洲等等西方国家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对这个自由秩序最大的威胁，就是毫无疑问是中国。那绝大多数生活在就1半以上，生活在威权国家的人口，其实就是中国在中国。那从逻辑上，我们也要讨论一下为什么要民主什么是民主这是民主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包括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有限政府，就政府它的这个权利是要受到限制，受到法律的限制。还有呢，政治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等。我们没有办法详细展开，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这其实也是要花1门课才能够了解清楚的内容。那就是民主它有很多种，它有很多这个前面的这个定词限制词，比如说左边这一栏自由民主、代议民主、选举民主、宪政民主和共和民主。那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就是指这些尤其是就是自由民主。那我们说中国不民主的时候或者说美国、日本、台湾民主的时候，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概念这个著名的学者萨托利，他主要也是来指出这一点。那但是和这个相对照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毛泽东时代那种大鸣大放、大字报那种东西，被一些人称作大民主。还有现在习近平他们搞的叫全过程民主，还有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民主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民主。有这个非自由主义民主，还有神权民主和绝对民主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努力要实现、要推动的那种民主，它只是打着民主的这个旗号而已。所以民主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和它应该是什么东西，它的这个就是价值和它这个它的这种事实，实际上是相互交错连在一起的。就是人们对民主有一个想象，有一个期待，然后有一种就是价值的期许那么这个也会推动民主在全世界的发展。那为什么要民主？就是民主它当然有很多好处了，我还专门写过一个短的评论叫民主能不能当饭吃？里面讨论了这个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最发达的国家就是经济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除了若干少数几个石油国和新加坡之外，全是民主国家。那世界上就是
就是民主国家也都是这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个专制国家也基本上都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这个相关性也有很多学者研究。那其他的这些都很好理解，它民主促进人权、自由、平等，能够促进这个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且呢，民主它有利于世界和平啊。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就是基本上全世界的战争都是在就是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而就是基本上没有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那我想强调的就是当然还有这个民主它有利于促进良好的统治和这个一个问责政府促进法治的发展。民主它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应该说是现代性之后唯一的政治正当性。那我想强调的就是最后一点，民主它促进和保护人性的尊严。那前面所说的当我们问到为什么要民主的时候，我们会说民主有助于什么什么。也就是说，民主它基本上被当做一个重要的东西，它有它的这个工具价值。但是民主本身它能够是这个尊严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它是有它内在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它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的价值。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能够自己来选举自己的政府，不能够选举统治，不能够对自己被什么样的制度、被什么样的人来统治有任何发言权的时候，他的尊严是被严重的侵犯的。在这意义上，民主它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